大家好，我是美食多 YouTube 黄金3小时。如果是我的铁粉，请给我一个 like。第一次看我的视频，请您静悄悄地给我一个 like。2017年，著名政治学家、北大教授赵宝旭的夫人逝世，享年96岁。他的死因竟是在生命的最后一刻选择断水断食，坚决拒绝儿女的帮助。他跟大多数老人都不一样，他从不畏惧死亡。他一直认为老人上年纪后要看开一点，只有这样才能活得轻松，生活质量才能提高。然而就是这样一位思想开朗的老人，却在最后的阶段选择断水断食4天，亲手结束了自己的生命。临终前，他说了一句意味深长的话，至今都令人深思。那么她为何要这样做呢？她留下一句怎样的话？她的丈夫赵宝旭出生在一个贫穷的知识分子家庭里，10岁时才进入了小学，因为家里交不起学费而多次辍学。一位天主教神父见他可怜，就对他说，只要你肯学，就帮他交学杂费。但赵宝旭毫不犹豫地拒绝了。当时浙江有个政策，只要考了第1名就能免除学杂费。赵宝旭特别刻苦，从初中到高中一直稳居第1，从没花家里1分钱。后来他考上了北大，正赶上7七事变，他和同学们只好逃离了北平，辗转来到了昆明，进入西南联合大学学习。可昆明也不太平，日本侵略者一路打到了贵州。赵宝旭和几个伙伴一样，投入了如火如荼的学生运动中，走上了革命的道路。新中国成立后，他留在了北大任教，成了北大的政治系主任。政治学概论、中国政治学的复兴等，都是出自赵宝旭之手。2012年，赵宝旭去世之后，有记者问他的夫人，你打算怎么度过晚年生活？在大部分人眼中，失去老伴的独居老人并不好过，但他的夫人还是活到了96岁。有人说他有长寿基因，可他却不以为然。我的确有长寿的办法，不过我想走得快一点，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？他说，人到了70岁之后会很难过，身体每况愈下，活动范围越来越小，很容易跟社会脱节，尤其是独居老人，90%都患有忧郁症，所以老人是弱势群体，身体弱，精神也弱。庆幸的是，他的3个子女都很孝顺，他们担心老人独自生活无人照料，曾多次提出让母亲搬过来一起住，但他想后不乐意，就连子女提出请保姆，也极力反对。我有手有脚，生活还能自理，头脑也没啥问题，不需要人照顾。不过他还是拗不过子女，只好答应每周让保姆来2天，收拾家里的卫生就好，其他事情他都要亲力亲为，自己买菜，自己做饭，刷碗，衣服也是自己洗。他总觉得习惯了依赖别人，就会变得懒散。老人一旦失去劳动力之后，身体素质就会下降。每天早上6点，他就开始了一天充实的生活。先是做按摩做早操，把一天的精气神提上来，再准备9点前吃上早餐。做早饭的时候，他会习惯性的打开电视机听新闻，看看哪里又发生了什么新鲜的事情。子女经常打电话过来，怕他一个人孤单，但他却说，我每天都很忙，时间安排得满满当当的，怎么可能孤单呢？他不喜欢和保姆共处一室，也不喜欢有人打扰他。他的确很忙，吃晚饭后开始读书看报，尤其是有些他看了一遍又一遍，把喜欢的段子全部抄在了一个红色的本子上，每次读都别有一番风味，这是他的精神食粮。很多独居老人之所以觉得孤独寂寞，就是少了精神上的充实感。
他最喜欢研究天文、地理、戏剧、体育，觉得中国文化博大精深，怎么学都学不完。闲下来的时候，他也会像年轻人一样追剧。他努力感受剧中人物的悲与乐，想哭就哭，想笑就笑，也没人笑话。有时看到一个比较有趣的场景，他还会想，导演为什么这样拍？如果是他在撰写剧本，又会怎么安排？所以他这一天下来，一点都不觉得乏味。可即便如此，子女还是会隔三差五的来看他，生怕老人在家里出现什么问题。每次来都拎着大包小包的东西。后来他特意嘱咐子女，不用经常往他那里跑，也不用带这么多吃的喝的，一个人吃不完，浪费食物是不合适的。他理解子女们工作辛苦，况且孩子们已经进入中年阶段，各自有各自的家庭，来回折腾只会浪费难得的休息时间，一个人生活是常态。我不希望真的沦为弱势群体，儿女们来看我，那是我的福分，但不是他们理所当然的事情。现在的年轻人没个容易的，他从不围着子女转，也不求他们能回报什么。父母的爱是无私的，老一辈怎么对待下一辈，下一辈就会怎么对待他的子女。一家人互相体谅，家庭才会幸福。而且他也不希望过度依赖子女，人总是要分离，更何况他已经年过90了。如果天天和孩子们腻在一起，万一哪天他不在了，子女们会很难走出来。但他也很柔情，无论哪个孩子过生日，他都会准备1万块钱的大红包。谁家里需要用钱了，他也会毫不吝啬地伸出援助之手。他说反正入土之后也带不走，与其等他们理直气壮地继承财产，不如趁我活着让他们都高兴高兴。沉思后的豁达，相比起那些精打细算、抠抠搜搜的老人来说，他活得更加开心和潇洒。而心理学和医学研究表明，开心快乐的情绪可以对身体健康产生积极的影响，也为开心的状态会降低内分泌压力激素水平，从而提高免疫系统。这也是为什么他55岁退休之后，在近40年的生活里，身体一直很好的原因。人到了一定的年纪后都恐惧死亡，大部分老人都在慌张中数着天数过日子，哪里还顾得上心情呢？其实现在很多老人的生活习惯并不好，只要身体稍微有些不舒服，就赶紧去医院打针吃药。俗话说得好，是药3分毒，大把大把的吃药会降低药性，很多药物还会产生副作用。等以后真有大病需要用药时，效果就会受到一定的影响。所以一些轻微的不舒服可以通过别的方式解决，不一定非要依赖药物和医生。不是说医生不好，有些老人因为害怕死亡，盲目的崇尚神医，看见电视里一个穿白大褂的医生在卖药，就会当成神丹领药。他们认为吃这些东西能永葆健康，时间久了才发现事与愿违，不仅没治好病，还花了不少钱。老人在生死面前总会失去理智，他们仿佛忘了世上没有神医这回事，就算身边有个可靠的医生，也不代表能留住健康。所以赵宝旭的夫人陈思扣觉得，最好的保健医生就是自己。老人最好要懂得一些医学常识，万一自己不舒服了，能通过按摩用药，把一些疾病扼杀在摇篮里。有一年，他患上了皮肤瘙痒症，这个病症折磨了他很久。那种钻心的瘙痒，常常让他感觉夜不能寐。他去医院拿了药膏，涂抹了很久都没效果，于是决定亲自寻找解决方法。首先，他按照书中说的那样改变了饮食习惯，又学会了按摩穴位。这不仅减轻了瘙痒的症状，还为他的生活解决了很多问题。比如他的腰不太好，后来也是通过按摩穴位解决的。
他一直认为，与其整日活在对死亡的恐慌不安中，有事没事都往医院跑，不如活得痛快些，把命运掌握在自己手中。养生学习保持好心情，就是他特有的长寿之道。他曾在接受采访时说道，其实70岁时，我就做好了离世的准备，人固有生死，没什么可怕的。2015年，他突然尿血了，他知道这一次按摩穴位已经解决不了问题。在子女的劝说下，他在医院做了检查，发现左肾上有一个肿瘤，医生说很可能是癌症。3个子女和医生都建议进行手术治疗，但他不接受。他说，我已经94岁了，身体经不起折腾，就算切除了肿瘤，谁能保证我不会出现其他的病症？不过他也不是坐着等死，果然拒绝在医院接受治疗，也拒绝抚养。他有着自己的抗癌方法，他知道肿瘤喜欢酸性，不喜欢碱性，于是他基本戒掉了大鱼大肉，平日里大量吃蔬菜，尤其是有着抗癌功能的西兰花和香菜。他就用这2种方法和肿瘤和平共处了2年。他从不在乎身体里的肿瘤有没有变大，也从未去医院检查过，好像已经忘了自己是个病人。他还和之前一样，每天都很忙，读书看电视。2017年4月，他体内的肿瘤终于发作了，仅仅过了半年，他就无法下床。子女轮流劝他去医院，但他还是拒绝了。从确诊到现在，一粒药物也没吃过，只是每天坚持按摩一下腿部。中国人的平均寿命是72岁。现在我只希望走得快一点，尽量减少痛苦，不给孩子们和社会添麻烦。他的这句话令人深思。2017年10月17日，他开始断食，他的头脑特别清醒，但是子女送到嘴边的饭一口都不吃，后来连水都不喝。子女都明白，母亲是打算用断水断食的方法，亲手结束自己的生命。2017年10月21日，4天水米不进，他终于安详地闭上了双眼，享年96岁。他没有留下任何遗憾，也不用牵挂遗产分配的问题，走得干脆又有标准。中国已经进入深度老龄化阶段，而老人最怕的就是对死亡的恐惧感。死亡是一种未知领域，随着器官的衰弱和年龄的增加，老人会越来越没有安全感，尤其是失去另一半的老年人，他们更是徘徊在孤独和恐惧中。陪伴、关心往往是他们最想得到的礼物，而这些因素又何尝不是老人的长寿秘诀呢？再反过来讲，若老人都能对生活充满激情，丰厚自己的精神世界，又何尝不是养生之道呢？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了，制作视频不易，如果您觉得今天的分享对你有帮助的话，可以分享给身边的朋友，别忘记点赞、收藏，点击我的头像可以看到更多的精彩内容。我们下个视频见啦！